闲置的电饭锅线不要扔，把这个插头插在一个不带电线的插排上，再把另一头插在电车上，插排的指示灯就会亮，这样就可以给手机充电，再也不用担心半路上手机没电了。把一根电线放在木棍上折弯，剪掉多余的部分，塞到墙孔里面，用锤子把木棍砸进去，再把墙外面的去掉，拧进去一个钉子，这样绑水管非常牢固。实用的生活小妙招：把钢丝绳切割下来一段，在套筒里面打上胶水，把钢丝绳塞进去，另外一头套上热缩管，加热一下收缩后，再塞到一根软胶管里面，安装到手电钻上。像这种狭小空间，劈头没办法用，这样就可以拧螺丝了。这种又硬又小的防水圈，想要直接用手往上套，很难套上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在防水圈中穿入一根绳子，把绳子在套管口上，只需往前拉绳子即可轻松套上。太聪明了！把奶茶吸管对折过来，从上面剪下来一个角，再把其中的一段吸管从中间剪开，没剪开的一端放塑料袋上卷2圈，把另一端扣在这个上面，就会把口密封住，太好用了。在罐头瓶盖上钻一个小孔，就是一台加湿器。瓶中先加满自来水，再把这套个位数的加湿器配件插瓶盖上，连接手机充电器，就是一台迷你型加湿器，效果还不错。干了30年的老电工给你说，这样直接拧螺丝固定电线是错误的，容易分叉虚接，很危险。应该先分出来一根线缠绕在主线上，然后再分出来一根接着缠绕，再剪掉多余的长度，这样再来拧螺丝就会固定的很牢固。在垃圾桶里面捡一根吸管，放蜡烛上烤一下，迅速把口密封住，里面塞入一些棉絮，另一端也封住口，这样在野外下雨淋湿了物品，里面的棉絮也不会潮湿，户外野餐使用很方便。手提袋上的绳子不要扔，对折一下，从钥匙孔里面穿过去，再把绳头拉出来，翻过去钥匙，把绳子往两边分开，钥匙从里面绕3圈，再收紧绳子就绑好了，非常实用。太聪明了！把一个硬币放在扫帚上，用胶布粘住一根细丝，再把细丝剪下来，放在硬币的另一面，用胶布粘起来，就是一个穿线小神器，再小的针孔也能轻松穿过去。这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活套结，不学你一定会后悔。这种绑法极其简单又非常牢固，而且此方法绑好的绳结可以任意调节绳套的大小，生活中很实用。这就是罐头瓶做的脉冲发动机，瓶盖上钻一个小孔，瓶中加入一些液体，用火机便可启动此发动机，而且动力十足。据传，这就是古代和珅用的蜡烛定时器，为节约蜡烛所用，由和珅发明。此神器绝妙之处在于，当蜡烛烧到铁线位置，蜡烛即可熄灭。别再这样给生锈的工具倒机油了，撒的到处都是，太脏了。可以把油桶的盖子拧下来，在里面倒满机油，再放入一根吸管堵住上口，这样再来加油就非常好用了。瓶盖上插2根钢针，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。在瓶盖的侧面上下各插1根针，里面再塞进去一块纽扣电池，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灯。把坏的灯珠抠下来，粘上胶布短接住，修好又能用3-4年。家里有废旧显示器的，千万不要扔，插上这个个位数的转换器，就可以让它变成智能电视机。先把显示器的线插在它上面，再把它插到电视盒上，用遥控器操作，什么节目都有。再插上一个小音箱，就可以看电视，这个还真不错。把一条绳子挂在地钉上，缠绕1圈打个环，往上10公分，再打一个环，然后再缠1圈，接着往上翻，再打一个圈，把绳头拉过来。只需拉这2个环就能调节帐篷的松紧，往上拉就可以收紧绳子，往下拉就可以松开。相传这就是大禹发明的排水大法。池子里面的排水管太高，排不出水，于是用一个水管捏住上口，再插进排水管里面，即可轻松把水排出去。大家仔细看，30个人有29个人都不会给电瓶车充电。充电时必须要先插电车这一头。为什么要先插这一头呢？因为要是你先插220伏交流电的话，此时充电器里面就会储存非常大的电流，你再来插上电车这一头，电瓶就会瞬间承受巨大的电流冲击，非常容易损坏电瓶。你知道了吗？实用的小妙招：把自行车轮胎胶皮先缠绕在上面的水管上，再往下移动，覆盖住水管接头，放一根对折的细绳，接着再缠绕1圈，从绳套里面拉出来，往上再拽绳子就绑好了，非常牢固。
一根锯条让剪刀立马变得锋利如新，不管多钝的剪刀都能轻松搞定。先在锯条的平面上涂抹一点牙膏，然后顺着剪刀刀刃的角度往前刮，刮个40-50下，再来刮剪刀的另外一半，这样修复的剪刀和新的一样锋利好用。把牛奶盒剪开，还有一个特殊妙用，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撕掉里面的塑料膜，剪下来一块，把它粘在胶布上，打开家里坏掉的灯，找到发黑的小灯珠，把它抠下来，再粘上胶布，就可以把灯修好，省钱又好用。这样接电线是错误的，虚接发热很危险。干了30年的老电工教你接线技巧，先把线头包得长一点，然后再分出来2根线，从中间折弯，把2条线互相勾住，再把左边的线缠绕在主线上，下面的线掰弯也缠在主线上，另一端也是按照这方法把线缠起来，再套上热缩管，这样接好的线很牢固。看见没？就把这个电直接放到水管内牙里面，水龙头不用缠绳吊带，就可以直接往上面拧，拧紧以后就不会漏水，省时省力，速度快。原来用一根吸管钉钉子居然这么好用，像这样直接钉钉子就会把线槽砸坏，可以把吸管剪下来一节套在钉子上，里面再放一根钉子，在狭小空间内使用非常方便。据传这是古代流传的万能绳结，先将主绳打一个绳套，再从绳套中将绳头拉出来就绑好了，此绳结万物皆可绑。这样拧螺丝速度很慢，扳手还总是往下掉，可以这样解决：找一卷胶布，在手电钻夹头上面缠绕2圈，再拆下来劈头，用这个方法拧螺丝速度快又好用。这是绑了30年的铁丝技巧，将铁丝窝成8字形，套在2根木棍上，螺丝刀穿入圆孔中，下面铁丝勾住螺丝刀，顺时针旋转，越转铁丝就会绑得越紧。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捆菜结，绳子在拇指上绕1圈，蔬菜上缠绕3圈，再从绳圈中穿过去，一拉绳子就绑好了。剃须刀坏了千万不要扔，教你一招，不用花钱就能修好，比新的还耐用。拆开外壳，剪断电池上面的2条线。剃须刀用久了一般都是电池损坏，找一条报废手机充电线，剪掉这个小插头，拨出线头，红色线接在剃须刀红线上，黑色线接在黑线上，然后再缠上胶布，把外壳安装起来，插上手机充电头就可以用。这样修好的剃须刀再用几年也不会坏。这样接螺丝真的是太神了，拿一个螺母直接给它套上去，再拧上去一根螺杆以后，下边的螺母拧上去，上边的螺母拧下来，再用一把扳手互相拧紧即可，真是太牢固了。手机声音越来越小，那是因为喇叭口被脏东西堵住了，只需用1块嚼过的口香糖，用力按压在喇叭口的位置，当你抠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把里面的脏东西粘出来。像这种比较硬的弹簧很难挂上去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只需一个螺母绑1根绳子就可以轻松地挂上弹簧，也可以轻松拆下来。相传这是古代皇宫用的闹钟，巡逻兵在蜡烛上挂2个铃铛，烧到定时位置，铃铛掉下，将睡着的人吓醒去巡逻。注意看，在水龙头上面绑1条绳子，居然还有这么大用处！再插上1根筷子，然后绑牢固，旋转筷子把绳子收紧，接着再逆时针转动，就可以轻松把过滤网拆下来。没有专用工具，用这个方法清洗太好用了。像这样接好的电线，直接往上面缠胶布是不行的，胶布太大，根本塞不进去。如果把2条线缠在一起又不行，可以这样解决：先把胶布捏扁，再来缠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了。这就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拖车结，将绳子在物体上缠绕2圈，再从绳圈里面把绳头拉出来就绑好了，越拉越紧，很牢固。不用时只需轻轻一拉，绳头就解开。在塑料瓶盖上烫2个小孔，再把下面的孔剪开，手机充电线穿到2个孔里面，瓶盖中再注满热熔胶，冷却后就可以使用。这样的充电线再也用不坏了。诸葛打捞结，绳子上拴2个螺母，一先一后放入瓶中，把螺母调平行后往上拉，即可卡住瓶口，瓶子打捞上来。注意看，错误的接线方法很不牢固，虚接发热很危险。正确方法应该是先把2边的线分开，然后再紧密地缠绕在中间的线上，再把线头剪短一点折弯即可。大家仔细看，
劈头两侧放上螺丝钉，就会和我们看到的一样，钉子开始前后有顺序的转动。这是什么原理？你看懂了吗？这个就是诸葛打捞结，绳子上绑2个螺母，一先一后放入瓶中，把螺母调平行后，往上拉就会卡住瓶口，即可轻松的打捞上来。把一个塑料瓶从中间斜着剪开，在侧面烫一个小孔，里面再加上自来水，然后放到墙上，这样打孔的时候就不会弄得到处都是灰尘了，干净又好用。剪下来一条自行车内胎胶皮，先在水管上缠绕几圈，一直缠绕到把水管接头覆盖住，然后放一根细铁丝，再缠绕一圈，把皮条塞进铁丝中，只需往上一拉，铁丝就绑好了，很牢固。这个是古人流传下来的神仙扣，不学你一定会后悔。不仅绑得简单牢固，还容易解开，用途非常广泛，而且越拉越紧，不用时一拉就解开。真的太有才了！在锤子上吸一块磁铁，周围再缠一圈纸，用胶布粘起来，然后再往磁铁周围打上热熔胶，打满胶冷却以后，再把纸撕下来，就是一把两用的锤子。锤木板时就不会锤坏，拿下来就可以锤钉子。这样直接接线的方法是错误的，轻轻一扯就掉，很不牢固。应该先把红线盘一个圈，然后再将蓝线从红线圈里面穿出来，最后再收紧线，这样接好的线牢固又耐用。没用的钥匙不要扔，在上面钻2个小孔，安装在手电钻上，再把铁丝穿到小孔里面，转动手电钻就可以绑铁丝，又快又牢固。废旧的铅笔刀不要扔，还有大用处。把上面的刀片拆下来，再找一把夹子，把刀片放在夹子侧面，用螺丝固定起来，就做了一把包线皮工具，包线又快又好用。用一根钢丝就可以疏通下水管道，将钢丝折出一个这样的钩子，再将另一头对折一下，安装到手电钻上，只需逆时针转动着塞到下水管中，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勾出来。简单又牢固的拖车结，先将绳子缠绕2圈，然后再把绳头围绕着主绳缠绕3圈，再将绳头从这个圈里面穿过来，拉紧绳子就绑好了，很牢固。开叉的绳子头千万不要用剪刀剪，剪完了还会再开叉，应该是先把绳子往前捋一捋，多捋几下，然后再用打火机把绳头烤融化，立马再迅速捏几下，这样处理的绳头永不开叉。古人太聪明了，古代没有圆规，于是鲁班利用2根钉子和1个绳圈，将画笔拉紧绳子，围绕钉子转一圈，就画了一个圆。这就是古人的智慧。喝完奶茶的杯子不要扔，拔出来吸管，再打开盖子，在里面加满自来水，扣上盖子，把吸管插在雾化片上，再插到杯子中，接上充电器，就是一台小型的加湿器，太好用了。相传这是古代的金蝉脱壳，巧妙取圆环，是由张飞考验曹操的智力题，被曹操破解，左手拉住前面的皮绳，右手再勾住第1根皮绳，挂在左边钉子上，然后再将右面的皮绳也挂住左边钉子，此时只需松开左手的皮绳，圆环便可取下来。因为冬天身上静电比较多，每天都被电很多次，都电怕了，于是想了3天3夜，终于想到这个方法，效果还不错，挺好用的。8字形捆绑小妙招，比铁丝还牢固。将绳子缠绕2圈，形成一个8字形，再将绳头从8字形中间穿过去，拉紧绳子即可，永不缓结，很牢固。这就是古人快速换线的绝招，先将新线压在旧线上，再将旧线缠绕针一圈，不管是多小的针孔，只需轻轻一拉，就可以把线穿过来。古人太聪明了，相传曹操在行军途中遇到断崖时，就利用3根长木互相搭接，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可行千军。后人称此桥为3军桥。水阀开关上面的手柄坏了，不用换水阀，可以找一把钥匙放在水阀上，再放上一个垫片，再把螺丝拧起来，就可以接着再使用。手提带上的绳子千万别扔，穿在钥匙孔里面，拉出来绳头，再反过来钥匙，把绳子分开，再往里面转3圈，最后捋下来绳子就绑好了，太实用了。有用的小妙招，在塑料瓶上烫9个小孔，再剪下来一块棉絮塞到瓶盖里面，找一个气球从中间剪开，套在瓶盖上，然后再套水龙头上，就是一个过滤器，还能随意转动方向，太好用了。一到冬天，浑身都是静电，不管摸到哪儿都触电，和女朋友拉个手还都要被电。于是我没日没夜的研究了865天，终于发明了这个防静电神器。只需要一个气球，就可以防止下水道臭味进入厨房。剪下来气球的气嘴，再把底部也剪掉，
只留下中间一段，再把小口的这一端套在下水管上，最后再塞入软管即可。这是至今人类都还没有破解的空间穿越术。纸上有一个比银元还小的方孔，在不破坏这张纸的前提下，让银元穿过这个孔。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，银元都是穿不过去。正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其实我们只需要把纸对折下来，再往右对折，再斜着对折，然后再从中间把这张纸打开，此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银元放到这张纸里面，银元便可很轻松地穿过来了，而且把纸打开仍然是完好无损，是不是非常神奇？拧下来一个塑料瓶盖，用刀片在侧面割出2个缝隙，扫帚上再剪下来一根细丝，塞到瓶盖缝隙中，再把另一头折弯也塞进去，就是一把好用的穿针线小工具，只需轻轻一拉就穿过去。先在瓶盖上面点燃一根蜡烛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突然再拧上一个玻璃瓶，等蜡烛熄灭后，连接上电池，瓶中的碳丝就会亮起来。这就是第一支灯泡的发明过程。将铁丝对折后，在水管上缠绕2圈，再将钢钉穿到铁丝圈中，再把2端的铁丝分别缠绕在钉子上，然后再旋转钢钉，这样绑好的铁丝连牛都拉不开，非常牢固。借助一个钩子就可以快速给带口打上结。先把带口放在钩子上缠绕1圈，再把多余的带口塞到钩子里面，最后把带子捋下来就打好结了，真是方便又实用。太聪明了！在刷子上拔下来一根刷毛，再对折一下，把中间捏一捏，然后粘在胶布上面，剪下来一截胶布，把胶布再卷起来，就做了一个穿针线小神器。不管多小的针孔，一穿就过去。3根筷子轻松吊起2块砖头，先将第1根筷子用重物压住，第2根筷子将绳子撑开，第3根筷子放在第2根上面，再顶住第1根，顶紧后就可以受力，拿走重物即可。家里的钟表没电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解决方法，把烟盒里面的锡箔纸拽出来，撕下来一小块，揉成一个小球，塞到电池盒里面，再把遥控器上电量少的电池抠下来，安装上就可以用，真的太方便了。把一条绳子对折放在手机充电线上，左手捏住绳头，右手将绳子紧密地缠绕在充电线上，一直缠到把破损处覆盖住为止，再把绳头穿过对折处，这样修复的充电线美观又牢固。要是断到锁里面了，用一支笔就可以取出来，先拆出来笔芯，再用打火机将笔芯烤融化，迅速按压在锁芯上，冷却以后往外一拔，就可以取出来断掉的钥匙。太聪明了！迅速把1根绳子套在轮毂上，再放上轮胎，穿出来内胎气嘴，再把前面的轮胎按压在轮毂内，在拉出来绳子的同时，即可轻松装上轮胎。把1根铁丝穿过胶带，然后交叉压弯再拧1圈，这样就做好了一个断胶带神器。使用的时候速度又快又方便，真的太实用了。在塑料瓶上拧1根钉子，再找1只筷子，用胶带绑到瓶子上，里面再加满自来水，拧上盖子，在瓶底用针扎1个小孔，再用螺丝刀调节一下滴水的频率，插到花盆里面。春节回老家1个月也不用浇水了。相传这就是古代的野外求生机关，利用1根3叉木棍，将1块巨石顶起，木棍下面再垫1根原木，猎物一旦来觅食。这就是古人给我们流传下来的梯子节，不学保证你会后悔。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拧螺丝，总是吊拧不上，可以这样解决：撕下来1点胶布，把螺丝插到胶布上，再把胶布粘螺丝刀上，用这个方法拧螺丝又快又方便。用铁丝这样绑木板才最牢固，螺丝刀放铁丝上，将铁丝缠绕螺丝刀1圈，另一侧铁丝也缠绕1圈，再把2边的铁丝合并在一起，穿入螺丝刀转动2圈，另一侧也旋转2圈。用这个方法绑好的铁丝特别牢固。很多人不相信，其实徒手撕胶带比用剪刀还快更方便，只需要把胶带这样对折成一个三角形，再把对折处捏几下，突然再一扯就断开了。直接在空开上面接线的方法是错误的，轻轻一扯就掉，
应该这样接：找一个拉铆钉，取下来钉子，先把铆套在线上，再用钳子用力加牢固，这样接好的线怎么拽都不会掉，非常牢固。找一只不要的筷子，在上面用刀片斜着割一个豁口，再掰下来一节刀片，塞到筷子缝隙中，用502胶水粘住，再把筷子插到软胶管里面，转动筷子就可以切成收纳管，收纳一些凌乱的电线，非常实用。把一条绳子放到袋子里面，接着再抓住袋口拧几下，然后再盘一个圈，把绳子从圈里面穿出来，再拉紧绳子即可，这样绑口袋方便又牢固。在水管上面钻一个小孔，接着再把这一节剪下来，然后再把水管竖着从中间分开，再放到墙上，用螺丝固定起来，就是一个放木板的支架，太实用了。原来古人是这样吃鸡的，只需随手摘下一片树叶，然后再把树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，用树枝插上固定，就做了一个捉鸡神器。在里面只需放入一块食物，只需扔到地上，聪明的鸡哥就会毫不犹豫地过来捉食。但由于贪吃，此时的鸡哥即便是眼前一片漆黑，但依然不会轻易地将到嘴的食物放弃。这种民间绝技已经流传了千百年，这就是一叶障目的捉鸡原理。你看懂了吗？太聪明了！在螺丝上套一节水管，再放上一个铁垫，然后再把一个螺母拧上去，快速插到正在漏水的水管里面，钳子夹住螺杆，迅速拧紧螺母，就把水管堵住了，非常牢固不漏水。把2根木棍放在绳子上，再把上面的木棍绕下面，卡住另一根木棍，再往前转几圈，这样就可以把松垮的绳子拉得非常紧，真的太实用了。把一根棉签放在蜡烛上烤一下，烤软后迅速再拉长，此时中间就会变细，然后再剪开，把棉签头再剪掉，插到瓶盖上面，这样就太好用了。这是古人给我们流传下来的木铜结，绑得很牢固，还容易解开，所以才流传至今。此绳结越拉越紧，用完后一拉绳头就解开。遥控器坏了千万不要扔，用一个烟盒就能修好。按这个键指示灯不亮，就说明是这个按键坏了。用螺丝刀把外壳拆开，把烟盒纸剪下来一条，在失灵的按键上抹点胶水，把烟盒纸粘上，再把外壳安装起来，就可以修好，真是省钱又好用。真是一个天才的发明，把没用的废旧钥匙插在手电钻上，居然还有一个这么棒的功能。来看一下效果，拧螺丝又快又方便。你们说这个小妙招怎么样？先把钢丝穿到2个螺母和一个铁环中，拉出钢丝后，再从2个螺母里面穿回去，紧接着往上翻，再穿到第1个螺母里面，这样绑好的钢丝永不松脱。这是维修师傅不外传的生活小妙招，想在不锈钢上面焊电线是焊不上的，可以用棉签往上面涂抹一点厕所精，这样轻松一焊就上去，连牛都拉不开，很牢固。在啤酒瓶盖上钻一个小孔，再把里面的啤酒倒出来，然后在瓶中加入一些羊油，再把一根棉绳穿到瓶盖的小孔中，就做了一个羊油灯。停电的时候应急使用很方便。小孩子很调皮，如果用扎带绑住了手腕，用剪刀塞不进去，用刀片割又容易伤到手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拇指抠住里面的卡扣，只需轻松一拉就拆下来。碰到恶狗咬人，打断了棍子都没有用，以后出门就随身带上它，再也不怕遇到危险了。它的外观非常精致，扣动扳机就能喷出1300度的蓝色高温火焰，火焰的大小可以通过这个旋钮自由调节。优质耐高温的纯铜喷火口，不发黑不易坏，不论是户外生活点炭点炉子，还是烧火做饭烧猪毛，都能轻松搞定。关上保险，扳机就按不动了，随身携带使用方便。遥控器坏了不要扔，用一个烟盒就能修好。拆开遥控器外壳，把烟盒纸剪下来一条，在失灵的按键上抹点胶水，再把烟盒纸粘上，就可以轻松修好，真的太实用了，太聪明了。用铁丝套住水管，钢钉勾住铁丝，然后再旋转钢钉缠绕铁丝，多转几圈，一直把铁丝旋转断了为止。这样绑好的水管牢固又美观。把气球放到钩子上，围绕着钩子缠一圈，再把气球嘴从钩子中间的缝隙中拉出来，再把气球拽下来就绑好了。这个方法太实用了。现在的人真的太聪明了，
拔不出来线。如果剪掉那就太可惜了，只需把线往上拉，再往右翻转，打一个8字形，从下面塞进去，一拉插头就出来。直接把电线接在插头上，这种方法是错误的。先把红色电线盘一个圈，蓝色电线从红线下面绕过来，再穿过红色线圈拉紧电线，这个结就会卡在壳里面。这种接法用10年都不会松脱，很牢固。先把绳子放手柄上，左手按住绳子，右手往手柄上缠绕，缠得紧密一些，再把绳头从圈里面穿出来就绑好了。这样的手柄结牢固又美观。螺丝刀大妙用，在手柄的前端拧一个螺丝，再把硬线剥掉外皮，插到手柄的缝隙中，只需转一圈就做了一个圆环，这样接线真是太牢固了。又发现了一个小妙招，以后再也不用去店里贴膜了，2块钱都能贴1年，店里贴一次最少都要10块，这一卷都能贴好几年，真的太省钱了。维修师傅不会告诉你的生活小妙招，用2根钢针夹住1块纽扣电池，再用胶布绑起来，就可以检测灯珠的好坏。只要灯珠能亮就是好的，不亮的就是坏的。防静电小妙招，把烟盒纸揉成一个小球，再剪下来一节吸管，把小球放里面，再把烟盒纸卷成长条，从中间分开堵在吸管上即可。有静电时，小球就会来回滚动，从而消除静电。坏掉的打火机就是一个宝，里面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小东西。烤一下剥出线头，接上一条电线，再缠上胶布，在下面的金属上也接一条线，然后再把打火机安装起来，就可以变成燃气灶点火器，省钱又好用。太聪明了！在塑料瓶的底部烫一个小孔，再剪下来瓶底，把瓶口也剪下来，再把瓶底塞到瓶口里面，周围用打火机加热收缩一下边缘，就做好了一个接灰尘小神器。打孔时真的太好用了。把一根棉签从中间剪开，塑料瓶上捅一个小孔，再把棉签插到上面，瓶子上放2根木棍，用胶带绑起来，在瓶里面加满水，插花盆中，春节外出1个月都不用浇水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剪刀钝了不用磨，用一个螺母就能轻松解决，不管多钝的剪刀都能搞定。合上剪刀，可以看到前面的尖根本合不上，所以没有咬合力，只需套上螺母，然后往2边再用力拉，多拉几下，前面的尖就能合上。这样修复的剪刀锋利又好用。坏掉的衣服挂架不要扔，还有大妙用，从上面剪下来一截，只需要这样简单折3下，就可以制作一个手机支架。不管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，都可以调节手机倾斜角度，真的太实用了。原来用塑料瓶还可以制作墙上挂钩，把瓶口去下来，再修剪平整，竖着剪2下去掉1/4，中间捅一个小孔，用螺丝固定到墙上，就是一个好用的挂钩。把铁丝交叉拉开，缠绕水管2圈，再把1根钉子插到铁丝圈里面，2边的铁丝按照一正一反的方向缠绕在钉子上，接着再迅速转动钉子，用这个方法绑水管，非常牢固不漏水。活了200年才知道热水器是这样清洗的。第一步，先拔掉电源，等水温降到30度以下，再关掉冷水搅阀，打开泄压阀。第二步，冷热水管全部拆下来，再把排污口打开，把桶内的水全都排出来。第三步，把冷水管接在热水口上，打开冷水搅阀，进行内胆冲洗即可完成。如果记不住，收藏起来慢慢看。拧不下来水龙头，可以这样解决：将一个绳圈套在水龙头上，缠绕几圈，然后再插上一把螺丝刀，就可以很轻松地拆下来水龙头。把一个塑料瓶从中间剪成2半，再找一个罐头瓶，把塑料瓶口插上面，罐头瓶里面再加上水，再插一个雾化片，就做了一个简易型的加湿器，太实用了。相传这是古代的探囊取物法，把绳子的一端绑木棍上，另一端打一个活套结，再绑到木棍的另一头，无论是什么东西丢到狭窄空间里，都可轻松取出来。这是古人发明的深井打捞神器，在长绳的2头绑住2个螺母，一先一后放入瓶中，再同时往上提，就能把瓶子打捞上来。看见没？这个方法一般人还不知道。拧下来压盖螺丝看一下，平时切割东西的时候，在螺丝下面加一个胶皮垫，这样即使炸片崩片螺丝也不会卡死，很实用。把一根吸管剪下来一截，套在钻头上，居然用处这么大。在吸管上面滴入一些缝纫机油，
这样再来打孔就不会烧坏钻头，而且打孔速度还非常快，太好用了。相传这是古代修长城时所用的高空取砖节，从城墙上放下2根长绳，巧妙地将2个绳头交叉一起，便可把上百斤的石砖提上去。在扫帚上剪一根细丝，把圆珠笔的笔芯拆出来，再把细丝的2头塞到笔头中，再拧到笔上，就是一个穿针线的工具，多小的针孔也可以轻松穿过去。想要在铁环上牢固地绑上绳子，只需把铁环套钉子上，再穿入绳子，将铁环旋转4、5圈，绳头穿过对折处，收紧绳子就会越拉越紧。把一根铁丝用钳子这样折3下，再剪下来一节吸管套在铁丝上，就是一个好用的手机支架。不但可以调节手机倾斜角度，还能竖着放，携带又方便，太实用了。家里有老式的功放或者音箱，没有蓝牙功能的千万别扔，只需一个这样的插头就能变成蓝牙音箱。把音箱线插到它上面，再把它插到插排上，连接上手机蓝牙，就可以扩音听歌，太方便了。